1978年出生的金荷娜和1982年出生的 Rain 合作的新剧《红天鹅》刚开始播出，两位都是40多岁，都是21世纪初韩国爱情喜剧领域的顶尖代表。这次他们演绎了一部贴身保镖的故事，讲述了一段保镖爱上财阀媳妇的爱情故事。金荷娜状态依旧在线。金荷娜在剧中扮演的吴婉秀是一个退役的世界高尔夫球冠军，同时也是联合国的亲善大使，还是韩国花人集团的理事长，以及闹福祉财团的主理人。因在联合国会议上谴责伊斯兰国侵害少女，收到了伊斯兰国的恐吓信。同样，在菲律宾举行的闹福祉财团慈善晚宴的前夜，吴婉秀在马尼拉的奢侈品街遭遇了狙击手的暗杀，原本应该致命的一枪，因为一名奢侈品店员成了吴婉秀的替身。巧合的是，当天的保镖去接她的婆婆，也就是花人集团的会长。吴婉秀身边只剩一名保镖，这名保镖很快就受伤。关键时刻，由任意饰演的前警察徐导宇出现，在喷泉和周围车辆爆炸的掩护下，开车迅速逃离现场。为了安全起见，先把婉秀带到自己家，处理了一下自己的伤口，然后送婉秀到韩国大使馆。婉秀其实并非单纯无害，她一直对导演保持警觉，虽然压力很大，但对这个给她安全感的男人还是动了心。在大使馆，婉秀被丈夫金荣国，也就是花人集团副会长接回了酒店。稍作休息后，婉秀去见了婆婆。她的婆婆是个极其古怪的人，从小就是韩国首富的千金，学习的是老一辈的经商手法，对婉秀所遇到的事并不关心，反而拿出一大笔钱邀婉秀去贿赂中国大使。婉秀和电视剧里的财阀儿媳不同，她一点也不迁就婆婆。看来婉秀已经掌握了花人集团相当多的实权，否则没这勇气跟婆婆硬碰硬。婉秀拒绝行贿，别人怎么做她不管，婆婆想找谁就找谁，她绝不会参与。随后冷冷地说了一句：明天的晚宴她婆婆别来。说完就走了。婆婆气坏了，对秘书大喊要对婉秀下手。第二天一大早，婉秀又提醒丈夫金荣国不要去帮婆婆行贿，接着开始准备新闻发布会。她和所有知情的人一样，都认为这是伊斯兰国的报复。金荣国觉得婉秀真是疯了，他之前根本不知情，老婆竟然要举行新闻发布会，要公开对伊斯兰国发表声明，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但他怎么也阻止不了婉秀。金荣国看起来虽是个闲散的富二代，但按韩剧的剧情，他应该也是个隐藏很深的人。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婉秀的妹妹和外甥也来参加晚宴了。不知道妹妹到底亲不亲，反正颜值没婉秀高。婉秀特别宠爱外甥，每次见到外甥都会想起自己的孩子。看这情形，婉秀的儿子可能已经去世了。晚宴就要开始，婉秀和荣国夫妇手挽手，一起从电梯里走出来。婉秀突然看到了昨天救她的那个人，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没想到那人现在成了她的保镖。为什么徐导宇会出现在这儿呢？这得从一个岛屿的故事说起。朱赫和岛允是警校的好兄弟，朱赫甚至为了岛允捐过肾，这份兄弟情真是深厚。但就在3个月前，朱赫在菲律宾被杀手暗杀，岛允赶到现场，因为太担心朱赫，结果没能抓住凶手。朱赫临终前只留下照片2字，没有留下其他线索。这3个月来，岛屿一直在查找朋友的死因。他是在救了婉秀之前，岛允一直在跟踪一个开赌场的华裔老板，正是从这个老板手下得知的，有个较弱的杀手正是朱赫的真凶。这位杀手被特邀前来，目的是在马尼拉的高档街区刺杀一个人，因此岛允立刻采取行动进行救援。不仅如此，岛允还发现了自己的警校前辈，现在是花人集团安保的负责人朴市长，他和赌场老板进行了秘密交易。岛允推测，朱赫的死与花人集团，甚至和朴前辈都有牵连。正好朴前辈得知他救了人，于是向他发出了加入花人集团安保部门的邀请。岛允就趁机接受了邀请，成了婉秀的贴身保镖。韩国财阀的儿媳在自己的慈善晚会上，意外发现老公和自己妹妹在沙发上亲热，但她并没有立刻发怒，因为她早已知道他们的关系。为了排解心中的怒气，当晚她把自己的男保镖叫进了卧室。婉秀在参加自己的宴会时，再次见到了昨天救她的，现在成了自己保镖的男人岛屿。这种巧合让她觉得不可思议，可能是因为这男人太帅，婉秀总忍不住多看他几眼。婉秀携手丈夫荣国，幸福地走向会场。在众人羡慕和敬仰的目光中，她回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婉秀出身普通，她的妈妈就职于花人集团旗下的高尔夫球场当球童。有一天，小婉秀亲眼目睹了自己妈妈在球场上面对会长，也就是她未来的婆婆遭受羞辱，然后被解雇。当时在场的还有婆婆的丈夫，他是当时的总统的儿子，还有婆婆的律师和秘书，以及她未来的丈夫金荣国和小叔子。妈妈因受辱和被解雇感到不满，临走时偷走了2根高尔夫球杆。她拿着球杆对着婉秀，好像在赌气似的让女儿学高尔夫，希望有一天女儿能出人头地。在妈妈的教育下，
婉秀也确实争气，不知道他妈妈用了什么办法，弄到了华人集团的资助，把婉秀送到美国深造，一晃就是12年。婉秀已经成名，成为了世界高尔夫球名人堂的一员，奖杯拿到手软。耀飞评价他的人生唯一的瑕疵，就是他妈妈春姬在他成名后染上了赌博，这10多年来婉秀赚的100亿韩元都被妈妈输光了。为了不再被榨取，婉秀断绝了与母亲的关系，并将之后赢得的所有奖金都捐给了慈善，一跃成为著名的慈善女王。后来婉秀在非洲做志愿者时，遇到了现在的丈夫，花人集团的副会长金荣国。荣国一见婉秀就爱上了她，相处不久后便向她求婚。但会长颠婆婆自然不会轻易接受一个灰姑娘娶进了堪比皇室的花人集团，甚至在婉秀面前恐吓她，疯狂地说荣国的前女友是自己杀的。但这场婚礼还是举行了，在颠婆婆和婉秀的哥哥签下了数份保密合同之后，婉秀成了韩国最大财团的儿媳。回到现在，慈善宴会依然在进行中，婉秀在宴会中与宾客交流，荣国收到了妹妹的一个信号，趁着大家交谈之际，荣国带妹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他们的秘密关系中，妹妹似乎是更主动的一方，如果不是妹妹已经脱了衣服，荣国似乎都不太想理睬。就在他们偷欢的时候，妹妹的儿子在会场里找妈妈，婉秀先是安抚了外甥，然后去找妹妹。当她回到房间的客厅，毫不意外看到了妹妹和丈夫的亲热场面。婉秀并没有失控，也没有剑拔弩张，只是冷冷地提醒妹妹她儿子在找她。妹妹意识到事情败露后惊慌，很快反应过来，姐姐早已察觉这一切，便问姐姐何时知道的。婉秀不想回应，转身就走。荣国在沙发上也被撞见后，赶紧提好裤子离开了房间。房间外，保镖岛允一直在门口守候，对屋内发生的事情，他明白自己必须咽下去的东西。就在岛允紧随婉秀之后，护送他回到会场，整理好衣服的荣国已经在那等候。他表现得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牵起了婉秀的手，夫妻2人假装恩爱幸福，与会场里的所有嘉宾共舞。岛允远远的观望，似乎第一次体会到财阀的不易，对婉秀产生了一点共鸣。晚宴结束之后，婉秀被颠婆婆叫到房间，再次上演婆媳的紧张对峙。婉秀并没有退缩，甚至当着婆婆的面摔杯子，让颠婆婆气坏了。她气愤婉秀不听从她的掌控，生气婉秀知道丈夫出轨却不离婚。对于儿子的出轨，颠婆婆早有耳闻，甚至可能是她策划的，因为她想让婉秀和儿子离婚。她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集团会越来越脱离她的掌控，就像现在的福祉财团已经完全被对方控制。婉秀坚定地告诉婆婆她不会离婚，婆婆也别想控制福祉财团，并严正警告婆婆，如果她真的离婚，作为花人集团的会长，婆婆也不可能安稳。也许外人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女强人面对出轨的丈夫和疯狂的婆婆，仍选择留在这段婚姻中，因为婉秀有她自己的苦衷。花人集团隐藏着重大秘密，婉秀同意了最信任的公公的请求，留下来彻查真相。那个晚上，经历了丈夫的出轨和婆婆的事情后，婉秀感到身心俱疲。她在酒店开了另一间房，一直跟着她，在后面对一直帮她开门的岛屿问道：你想和我一起睡吗？在酒店房间里，岛屿搀扶着喝多了的婉秀，而在房间外，荣国恰好来找妻子。婉秀阻止岛屿去开门，她不想见到这个男人，而且现在的情况也难以解释。婉秀的房卡不小心掉在了门外，正当荣国要拾起房卡进屋时，朴前辈突然出现，他抢先捡起了房卡，并告诉荣国婉秀喝多了。荣国现在也不宜过来，他回到了自己的套房。等荣国离开后，朴前辈把房卡从门缝里塞了回去，不确定他是否知道。这时岛允已经在婉秀房间里，接着岛允走出了房间，而婉秀已经换上了睡衣。这似乎是导演故意为之，造成主仆有关系的错觉。第二天大家都表现得像什么都没发生，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返回花家府邸。府邸宏伟如朝鲜皇宫，朴前辈向岛屿详细介绍了府邸，然后为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岛屿立刻把和自己关系密切的朱贺的合照放在了办公桌上，这是他在朱贺遇害之后在朋友房间里找到的。本来是会长的保镖李静来找岛屿，因为之前的袭击事件，会长决定让李静保护婉秀。李静传达了一个指令，让他马上过去一趟。前辈离开后，岛允准备收拾东西，不小心把桌上的合照碰倒了，这时他才注意到照片背后藏着一个存储卡。他突然想起朱贺临死前的遗言，就是那个照片2个字。岛允急忙把存储卡插到平板上，里面是3段关于花人集团荣誉会长金斗吾死亡的监控视频。岛允没时间细看，但他意识到金斗吾的死绝非偶然，他的好友朱贺正是因此被杀害的。Rain 这位不老男神的新剧火爆开拍，虽然已经50多岁，他身上看不出岁月留下的痕迹。这次回归荧幕竟然是演一位才华横溢的夫人的保镖，他的身材和外貌依旧吸睛。那天徐道允在整理兄弟的遗物时，
竟在一张照片后意外发现了一张存储卡，存储卡里有老会长临终前的视频，这视频似乎暗示兄弟的死和公司有关。在他和夫人单独会面时，由于之前一系列尴尬的事情，夫人显然想把他赶走。为了弄清楚兄弟的死因，道允决定向夫人坦白一切，告诉他自己的一个朋友被杀了，杀害他的正是之前攻击夫人的那群恐怖分子。这消息让吴婉秀极为震惊，他原本以为自己遭遇的是国际恐怖袭击，这真相让人难以接受。但徐道允还是把这一切告诉了夫人，攻击他的并不是 ISIS， 虽然还不知道那人是谁，但很可能他还会再次攻击。吴婉秀认为这全是徐道允的胡言乱语，他根本不想理睬，正要离开，却被道允紧紧抓住。从现在开始，别信任任何人，就待在我身边。夫人或许还是希望道允留在身边，最终她还是妥协了。吴婉秀很快就找到了那位所谓的闺蜜，窗户纸一捅破，两人的对话直奔主题。闺蜜原以为这次事件过后，吴婉秀会和丈夫离婚，自己就能正大光明地嫁入豪门，她没想到对方竟然打算带上自己和孩子，被安排去了瑞士。正当夫人离开时，她的闺蜜透露了一个秘密，她说副会长娶她仅仅是为了掩饰一起明星死亡的丑闻，那名女星是因为吃太饱而噎死的。如果这个丑闻曝光，肯定会震动全国。为了掩盖这一切，吴婉秀成了最佳人选，一个成功致富的普通人。她经常去贫困地区做慈善，拥有极佳的声誉，因此金荣国才会按照会长的建议特地飞往非洲。而吴婉秀自己则以为与丈夫的那段恩爱历史原来只是虚幻，她一直是被利用的一方。听完这些后，吴婉秀没有任何回应，她选择直接离开。回到家之后，老会长立即找她谈话，直截了当地告诉吴婉秀，他打算把私生子俊熙带回来。吴婉秀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的孩子早年已经意外去世，在吴婉秀的苦苦哀求下，家族选择隐瞒了这件事，外人都不知道真相，以为孩子只是被保护得很好，从未公开露面。现在老妇人竟想用那个私生子替代她的孩子，吴婉秀坚决反对，表示她会自己处理这件事。没想到在一次家庭大合照时，那个孩子突然出现了。吴婉秀的目光转向金荣国和那个狐狸精，我终于明白这些人的真正目的了。他转身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徐道允目睹了这一幕，回想起那天发生的一切，大致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吴婉秀径直走上前去质问老会长，直问他为何非要这么做。会长却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吴婉秀身上，这是因为多年来他始终不允许任何金融操作触及他，也不打算再有孩子。为了让金荣国顺畅接管财团，他别无选择，只能这么做。他成了韩国最疯狂的财阀媳妇，他竟在媒体前谎称丈夫的私生子是他已故公公的亲生子，这一下子让韩国媒体炸开了锅。原本以为她会澄清丈夫的外遇，没想到她爆出了这样惊人的新闻。婆婆万万没想到媳妇会使出这一招，她脑海中一片混乱。吴婉秀这么一说完，就没有做任何解释，在保镖的护送下离开了现场。丈夫在家里听到妻子的话，忍不住觉得十分可笑。当吴婉秀回到家，迎接她的是婆婆的怒火。吴婉秀这么做，是因为老会长想要那私生子来代替他去世的儿子。作为母亲的她绝不允许。婆婆为了控制秘密资金，想要撤销吴婉秀在慈善财团的职位，她怎么可能让自己辛苦建立的一切变成财阀集团的洗钱工具？她警告婆婆不要再耍小手段，否则她会把慈善财团转变为一个资金透明的国际机构。几天后，那位狐狸精带着私生子，正是以吴婉秀公布的身份搬进了金家，她成了吴婉秀的另一位婆婆。当她明白数母是啥意思后，便冲进房间大吵大闹。可女主没理她，还警告她，在这家里只能待在自己房间，别真把自己当这家的一份子。那晚，吴婉秀敲了徐道允的房门，说她要去夜跑。作为她的贴身保镖，徐道允当然得跟着。两人一起跑到了公园，吴婉秀累得停下来，她回头问徐道允，她是不是很可怜，连丈夫的情妇都带着孩子住进了家里？徐道允反问她想守护啥？她本以为她会借此机会离开金家，在记者会上宣布离婚，毕竟这段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为啥还留在这里？确实，虽然有无数理由离开，但因为老会长临终前特意嘱咐过，要他很久以后才离婚，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一直是因为这个承诺，守护老会长留下的事业，才一直坚持到现在。徐道允问道，即使要付出生命也愿意吗？显然他并不觉得会那么严重，但如果正因为这，他选择放弃，他宁愿活得少些年。看到夫人这么义无反顾，徐道允透露了一个震惊的秘密。他说有个已故朋友留下的视频，视频显示金斗吴会长不是在家里死的，朱贺因为追查会长之死，结果被杀。
所以那个 LGU 很可能是内鬼之一。而家里的婆婆对媳妇最近的行为做了回应，她对吴婉秀说，她那赌鬼妈妈被关在精神病院，随时可能会去世。女主震惊婆婆会用这种方式，但老人说自己哪有那权限，毕竟监护人是她啊。一旦这消息曝光，吴婉秀的处境会很难堪，她的好人形象可能彻底崩塌，可能不得不辞去福祉财团理事长的职位。这种情况下，那些蛀虫就会侵蚀她的心血。离开别墅之后，她和她哥哥还有徐道允一行人前往那家封闭的精神病院。吴婉秀终于去看望那个几乎毁了她人生的妈妈，但很快守在门口的徐道允听到了尖叫声，